林天成啊，是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离开了河研院。他是离开了，可是这么多年，他对秦昌的感情是一点没变呢。他现在是个什么样的状态，我也不了解啊，对不对？我怎么给他安排工作？不是，那就我见面看看他现在的状态，我安排见一下不行吗？行了行了啊，你听我说，不说他的事儿，说说你的事儿吧。我什么事儿啊？是这样，华龙1号的业主啊，正在挑选调试总经理，这次的要求非常高，大家都在为首堆不脱的这件事而努力，压力很大呀。蒸发器呢，马上就要进入建设阶段，你是时候放手了。上级决定推荐你去做调试总经理。我去当调试总经理？二月，这事儿太大了，我这心里，我还没知道压力与责任啊都非常大，这就是为什么要派你去党校学习的原因了。这是院里边有意要培养你啊。调试是多兵种联合作战，装料前的调试工作更是关键中的关键。如何压实每个人的责任与目标，啊，发挥最大的战斗力，打赢闪电歼灭战，这全是调组的责任呐。郑大公，敢挑战吗？既然您这么说了，我肯定敢。这样啊，明天下午让林天成到我办公室找我啊。好嘞。姚国栋，我就是想不明白，你为什么不愿意去啊？人越院都说了，愿意见你。我现在这样挺好的，我过去不给人添乱吗？你好什么呀？你以为我不知道啊？你不喜欢现在的生活啊？儿子，人活着就得干你不喜欢干的事儿。哎爸，我问你啊。哎呀，行了，先别吃了，我问你呢。你说心里话，你是不是还想为华龙1号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？是不是啊？你说，我去了我能干什么？现在机会来了，你怎么还退缩了呢？你能干什么？你什么都能干，院院肯定他有他自己的安排嘛。我不去。你就是怕丢人。你跟我用激将法，我告诉你啊，这招在我这不灵。行，我不激你也不逼你，反正月月明天就退休了，去不去呢？你自己考虑。哎，你在哪儿？我送你过去。我还不让你赚钱。哎呀，你快点吧。啊，没事儿。这孩子。哎，儿子，我今天可不是来找工作的啊，我就是来看看老领导。哎呦，知道了，爸。来，松点啊，咱精神的。好，该说啥说啥啊，走，走。岳院长，哟，来了，来坐吧。哎，那你们聊。来，天成坐，喝茶啊。哎，岳所，啊，岳岳，我这都叫顺嘴了。天成啊，今天呢是我在河研院工作的最后一天，我要退休了。你这为河研院贡献了大半辈子，正好，这退休了呢，可以全国各地走一走，旅游旅游。行了，不说我了，说说你的事儿吧。我挺好的，今天就是过来看看您。看看我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不想回来啊？我不敢麻烦您。
再过半个小时，我就要去办理退休手续了啊。怎么了你呀？啊，有话就说嘛。行啊，我啊，不勉强你。月月，我想回来，我做梦都想，但是我实在是没脸，不配。店长，我记得当年你走的时候，你来找过我，我没见你，还记得吗？现在你回来了，啊，我就想听你亲口对我说一句，我想参与华龙1号的建设。我想，月月，我想参与华龙1号的建设，但是我真的可以吗？田成啊，我们对你进行了详细的背景调查，也充分的考虑了你对和研院的历史贡献。我记得那个时候来曼来参观我们电厂的时候，你临时把你的外套借给了我。您是居间外国专家啊，您穿我这个就别嫌弃啊。还记得吗？今天我啊也要送你一套衣服。从今天开始啊，你就可以参与华龙1号的建设了，啊，但是要转正的话，那还需要通过院方的审核考试。我希望你啊，从现在开始脚踏实地，从基础干起。放心吧，月月，我一定好好干。好，那我就先走了。好嘞。爸，哎，你真的想好了？想好了，这是我这辈子最后的工作。谢谢大家。原本啊，我是想安安静静的走的，可是没成想，大家还是来了。云哲，说实话，我每次见到你，我都感到惭愧啊。这些年以来，你跟佳明一直是聚少离多，没过过几天踏实的日子。临了我要退休了，我还把他派到了巴基斯坦。启辰呢，也去了女王儿妻，你们一家3口分隔3地，真是挺不容易的。您别这么说，干我们这行的哪家不是这样，对吗？其实，我们应该感激您。如果不是您慧眼识人，佳明怎么会从一个管理员走到今天这个位置呢？他更不会带着华龙1号走出去呀。这是他的荣幸，也是我们全家的荣幸。哦，申龙啊，爷爷，你也来了。哎，今天你打算让我给你批多少钱呢？爷爷，现在跟以前不一样了，所里的经费特别足。那是你们自己干得好，国家重视，你们自己也争气，啊，院里边没有理由不支持你。哎，钟大爷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啊，这可不是你的风格啊！
啊？我就有点舍不得你走。月月，我20多岁，挨咱们院，现在一晃快50了。我回头这么一瞧，您走了，我就是最老的那一批了。这下行了，我呀，彻底成大爷了，真正的钟大爷了。老钟啊，你还别说，这些人里边啊，我最羡慕的就是你了，因为你马上就要当调试的总经理了，这可是咱们华龙1号的调总啊，全球首队啊，有成千上万的设备啊、器材等着你去理顺。你想，你要是把这件事给我干成了，那是多大的光荣，多大的荣耀，多大的成就啊！你可一定要给我抓紧了，握住了啊！记住，您放心，等着病房发电那天，我一定替您多看看。那可不是，太好了，这个机器，还得是这新机器。田组长，程序有问题啊！这咋换了新机子，程序还有问题了？这个得找生产厂家。这程序国外的，一来一回，又得半个月啊。先停下来吧，我想想办法。好，大家按照这个。你们现在需要一名修改程序的专家。是什么问题？技术改良后的一体化卷样机出现程序错误，现在来不及找外国人了，我们节约时间，只能找自己人。好，我明白了。有梦，这件事交给你。行，那我现在就去联系数字系统的周总师，让他最好今天就能把人派过来，务必今天把人派过来。怎么样？什么感觉？光荣，帅，那是，你爸就是衣服架子。哎，这兜兜转转的又回来了，这就是人生啊，儿子。爸，这从今往后啊，咱们就能在华龙见面了。没错，咱爷儿俩一起建设华龙，上阵父子兵，这辈子值了。老林同志，欢迎归队。谢谢。程序专家来了。周总说，这可是他最好的得力干将。叶启辰，好久不见。欢迎。物资啊，我们的定期实验都是合格的，机组状态正常，后面你们继续关注。好。小薇，牧师，今天是你最后一班岗，交接班的广播也来播，跟大家告个别吧。好。
2支一交班。大家好，我是秦昌核电站的操纵员孟小薇。今天是我在运行指导班的第1863天，也是我在秦昌核电站的最后一门岗。感谢所有支持过我、帮助过我的同事们，我会记住在这里奋斗的每一天。舍不得和大家说再见，但是离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。希望秦昌核电站一切顺利，越来越好。谢谢大家。太清，何工，你帮我们解决了一个大问题啊！您太厉害了。这机器确实费点功夫，好在现在可以正常工作了。您真是帮了我们一个大忙。这儿太热了，我送您上去吧。没事的，你们忙你们的，我再观察一会儿。何工已经帮咱把程序修好了，还不赶紧忙活起来？告诉你们啊，咱们的工期已经比计划晚了好几天了。从现在起，所有人都给我瞪起眼来，谁都不许掉链子，听到没有？是。大伙。叶启辰，食堂在哪儿？食堂，我带你过去吧。怎么了？笑什么？记得咱们刚认识的时候，你第一次来核研院，还是我带你去的食堂呢。对。时间过得可真快啊，一下子6年就过去了。是啊，怎么也想不到咱们再见面，居然是在华龙1号的现场。所以说呀，当年我们在核研院和0号点的彻夜讨论，还是很有意义的。哎，你还记不记得，有一次你让我算一组数据，我答应你很快就算出来，可是我花了5个小时吧，当时。我还记得。这次我可是说到做到啊！卷扬机的系统问题，在你们规定的时间内，我已经解决好了。这次还真是多亏了你，能看出来，在法国这些年你学到很多东西，替你高兴。中国拥有第一座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3代核电站，是你的梦想，也是我这么多年来最大的动力。所以，周所说让我来玉荣现场，我第一时间就赶回来了。何丽子，你好像变了，应该说是成长了，成熟了。你也变了，有一点小总师的感觉了。别夸我了，我还差得远了。食堂就在那儿了，我就不陪你吃了，我还要去趟试验现场。你去忙吧，拜拜。哎，乔主任，你有事找我？小刘，哎，这位是热工所的林奇。从现在开始，你们俩配合出差去一趟新方电器，争取尽快把 U 型管的问题解决了。可以啊，没问题。哎，乔主任，我打过电话了，对方跟我说，只要咱们提供详细的图纸和参数，对方就一定能达到我们要求的工艺标准。干采购别太乐观，要留一手。可是对方在电话里面已经说得很明确了呀。那我们还跟法斯顿签合同了呢。说的这倒也是。行吧，乔主任，您就想好吧。哎呀妈，你就回去吧。你看看，有几个是家长过来送的啊？你就让专业监护自己好好注意身体啊！有啥事跟妈说，别自己讲。我又不是去工地。差不多了吧，聊的，啊，别依依不舍的了，又不是不回来了。这都快走了，走，上车上车。哎，走，你看，哎，要走了啊，哎，路上注意安全啊！到了给我们打个电话。先给我打电话啊！啊，不是，先给谁打都行，先给你陆妈打。行，都给你们打，给你妈打。快走吧，走了啊，放心吧。啊。
等核电站建成之后，我得过去陪他。哎，那你就放手。你没听说过吗？父母和孩子之间啊，就是渐行渐远的理解，所以该放手的时候一定要放手。你也挺想启程的吧？当然想了，想死我。哎，这是林奇吧？哎，林奇。陆妈，你等我一下。看着就像你。陆妈，张兰阿姨，你们怎么在这儿啊？哦，我不是送小薇吗？她参加了那个华龙1号的调试队，刚送走。云峥，那我先走了。往哪去？我要是再不走，我可就要骂人了。张兰阿姨，你如果想骂的话，你就骂吧，是我对不起你们。你没有对不起我。行了，你这件事情谁都没有错啊。小薇到现在还在帮你说话，她不让我去找你，她去做调试，非要带着你送给她的那把吉他，又大又沉，你知道吗？你少说两句吧，啊！林七知道，你也挺忙的，先去忙吧。阿姨说的话，你别往心里去，啊。那我先走了，陆妈。张兰阿姨，对不起啊。思晴，设备方面基本没问题了，工人的技术方面，我觉得还需要再培训一下。行，我尽快安排。辛苦了。预运令问题是解决了，但是你们那边还有50多项赶进项等着呢，时间紧，任务重。不都一样吗？行，我去看看。刘经理，启琛，我看这活儿干的也差不多了，这底下实在太闷了，要不然咱俩上去先透口气，等会儿下来再干。走。走。杨波，不能站，再忍忍。有时候我是真的佩服咱这些工人。你说这么热的天，穿着长袖工服，又戴着安全帽，有时候我是真的佩服他们这些意志力和忍耐力。没办法，咱们华龙1号工程体量太大了，有要下地的，就有爬高的，大家各司其职，才能把工程做好。道理是这么个道理啊，可是话说回来，今天下去的时候，明显感觉田子哥这个班组操作设备的时候有点手生。其实刚到这儿的时候，我就向思晴建议，看看能不能把他们那组人给换掉。但是思晴拒绝了。想想也是，咱们工程量太大，到处都需要人，哪有人能换呢？再说了，他那组人其实干过很多大工程，只不过咱们这是自主核电站首队，大家都是头一回，标准高，磨合时间长一点，也在情理之中。看来只能加强培训了。时间不早了，还有好多活没干，咱来吃口饭，一会儿接着干吧。走。走。核清洁工程是核电站建造后期、投产之前最重要的工作之一，所以各位不要小瞧自己的岗位。虽然咱们是清洁员，但是我们和建设、安装、调试人员都是一样重要的，都是专业工种。还有啊，咱们这个工作需要大家耐心、细心，是份苦差事啊，所以不是谁都能干得好的，也不是谁都可以留下来的。接下来下午你们要进行专业的培训，还要参加考试，只有考试合格的人才能留在我们清洁队的队伍里，明白了吗？明白了。好，下面开始点名。林天成到。我是不是在哪见过你？应该没有。范晓峰到。李主任是这样的，留给我们土建总共有24个月，
我们的工作密度、工作强度，还有工程管理人员和一线施工人员的挑战和压力都是与日俱增的。虽然咱华龙使用的是6级进度计划协调机制，会调动一切可用资源为咱建设服务，但是安全、质量和进度之间的协调确实是个大难题。我们管得严了呢，工人会觉得束手束脚的；我们管得松了呢，安全隐患就会增加，所以导致整个工地的气氛就比较压抑。以我的经验来看，解决群众问题，咱们还是要回到群众当中去。只有走进他们，知道人家的诉求，我们才能真正解决人家看不见的围墙里的问题。是啊，李主任说的对，近距离了解大家是一方面。另外，我知道咱们工地上有很多党员，发挥一下先锋模范的带头作用，提振士气，也不失为一种增强队伍凝聚力的方式。子晴啊，你安排一下时间，最好是今天呢就把各单位各部门的负责人大家聚在一起，我们把问题放在桌面上摊开来说。刮骨疗毒现在看可能会有点疼，但是为了保质保量、按期收尾，这是一个必不可少的手术。明白。爸，哎呀，做菜呢啊，快坐。哎，我这一下火车就往回赶了。嘿，你说说，你是什么样的福气？有福之人不用愁，刚刚做好就进门了。您看我给你带了啥？嘿，是不是这款？必须是。来，哎呀，我说大老远门这儿香，原来你在这做饭呢。哎，啊，尝尝怎么样？尝尝啊。行吗？别说，还真不错。来，爸，我给你倒上。哎，第一天正式上岗，有啥感受？分享分享。太充实了，就像重新活了一遍一样，多好。哎，新方电器那边怎么说？一切都特别顺利。我以为我要多费口舌呢，没想到这一拿出图纸，人家立马就同意了。你看，那今天咱们是双喜临门，不醉不归，不醉不归。来吧，趁热。这也不错。爸，我听说我师傅钟大爷被调去玉龙当调试总经理了，有这事儿吗？跟我说了。我听说小薇也过去了。对。那个爸，有一个事儿，我可能需要您帮我一忙。您帮我跟我师傅钟大爷说一声，到时候啊就好好照顾照顾小薇。儿子，你要是贼心不死呢，你就自己跟你师傅说去，这事儿我可不管啊。你呀，把你那心放在肚子里吧。你师傅这人我了解，嘴非常讨厌，人特别的好，不用你说他也知道。吃吧啊，没错。哎，钟大爷，咱不是开会吗？坐吧，正好有几句话跟你说。啊。王虎啊，过2天呢，我就要上任了。这新领导呢，马上就要到了，你呀，你得好好的安心工作呀。那我肯定积极努力配合工作呀。但是我呢，有一点担心，我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啊。我就是觉得呢，咱们蒸汽发生器已经到了制造阶段，那新来的这个领导，他是不是了解我们现在目前？行，你就干好你自己的工作不就完了吗？啊？那肯定是，这个你可以放心。新来的这个所长，无论是从业务能力，还是从人品上，我认为，那都是有保证的。而且这个人呢，我呀认识他好多年了。那太好了，啊，钟大爷放心啊，我呢一定积极努力、认真，就特别配合工作。广虎，你真傻假傻？咋了？来，你起来，来。啥事儿啊？还得站起来。张光武同志，我现在正式通知你，
我走了之后，热工所的所长就是你了。哎呀妈，你干什么呢你啊？我就怕你这样，过2天正式任命的时候，当着所有的人你就这么晃倒了，这点出息。我这不多少年终于熬出头了吗？一会儿想着给你媳妇儿打一个电话，告诉她这样的一个好消息。今天晚上啊，请所有人，咱们所里的都吃顿饭啊！以后你就是所长了，你格局大一点，找一个大饭店，大饭店大一点嘛，大一点，对，大饭店，大饭店，大饭店，当所长大一点。虎哥，这怎么了这是啊？虎哥想嫂子了？你虎哥这是啊，喜极而泣。等我上任之后啊，热工所所长就是他了。还真成张所了啊！优心馆的事儿解决的怎么样了？哎，什么表情啊？师傅呀，你傻呀！我都回来了，解决了呗。我就说嘛，我徒弟啊，临骑出马，一个顶俩。我就说我行吧。这回啊，我心里面已经踏踏实实的了。你小子办事让人放心呐。你干啥呀？啊？有事儿啊？啊，还有一个小事儿。啥事儿？小薇进调试队的事儿，您肯定知道，是吧？当然知道了呀。我这次呢，去这个调制队把郭朝英带走了，现在人家是我的副手，这事儿他跟我说了。朝英也去啊？啊？哎呦，朝英这位同志您很清楚的啊，在工作上一丝不苟的、不苟言笑的，但那状态真的挺让人害怕的，挺给人压力的。你说小薇她是个女孩子是吧？心里特脆弱，万一遇到是点什么事儿的话，师傅您得帮着小薇顶一顶啊。行啊，我知道了啊。对，还有啊，就是小薇她身体不是那么的好，有点低血糖，万一她身体不舒服的时候，您就安排咱们食堂给她炒个猪肝补一补。猪肝钱我也出了，行吧？太好了。还有就是小薇的自尊心特别强，她做事儿呢也特别严谨、特别认真，对自己呢特别较劲。她这个人呢总给自己很大的压力，万一她心情不舒服了，师傅您能不能把你那二胡拿出来，给她拉一点？我不能。你要干什么呀？你是调总还是我是调总啊？你现在在这调试我呢？啊！我告诉你啊，你师傅我现在处在这样的一个位置，我就得一视同仁，一碗水端平了，我不能对他有额外的照顾。小薇既然决定加入调试队了，他就已经把所有的困难都想明白了。不是当师傅的我说你啊，你要是真关心人家，真想照顾他，你就像个老爷们似的，跟他和好，你自己亲自照顾他去。您以为我不想吗？我要是有能力照顾他的话，我还麻烦您干嘛呀？小薇她太好了，我不可能让她跟我一起承担这一切。现在，不管我多想她，我都不能站在她面前了。师傅，您是知道的，小薇很小的时候就没了父亲，她缺乏安全感。您是我最信任的人了。您看，就我这么一个顽劣的人，您都能收成徒弟，照顾这么久，照顾得还这么好。那小薇这么好的人，您要不也收做您的徒弟？也好好照顾照顾他，成吗？行，我知道了，啊。你瞅我那熊样。今天这个会呢，我希望大家畅所欲言，有什么就直接说出来。我们也需要了解一线的实际情况，这样有助于我们的党建工作。大家都说说呗。我也有个事要问一下。哦，田组长，说。你们今天让我来，是想做我的思想工作，把我们班组的人全都换掉，是不是？我没太听明白，田组长。
我知道，叶公有这个想法，他觉得我的兄弟们没有做过预应力工程。可是我今天话也放这儿，我和我的兄弟们一块儿来的，要回那也是一块儿回。思琴，什么情况？让我再想想吧。行。其实，怎么了？田组长知道你要换人的事儿了。不会吧？我没跟他说过。他听见你们俩聊天了。我们现在怎么办？解释啊！能不能晚一点？不能，再晚他就走了。你先看看。田组长。田组长，我想解释一下。甭跟我解释，这是我们最后一天在这干活了。我承认，之前我认为你们不够专业，把你们看作是最大的风险项，但是后来我发现，我错了，你们非常厉害。我们厉害啥呀？在设计跟设备都存在问题的情况下，你们还是完成了超过2/3的工作量，这其中付出的辛苦，肯定超乎我的想象。我呀，现在是真是听不清，您到底哪句是真话，哪句是假话？田组长，所以啊，也甭等着你朝我犹豫了，我自个儿走。司经理，我们还干活呢。邱主任，怎么了？出什么事儿了啊？新方被 A 级收购了。啊 ？A 级不会同意新方为我们生产 U 型管，迫在眉睫，我们必须寻找新的厂家。我跟小刘那天跟人聊挺好的呀。林奇，采购第2个原则，不要质疑过去，动起来向前看。你会开车吗？会啊。跟我走。咱去哪儿啊？哈尔滨。赶紧去吧。邱主任，我看您这车上怎么什么东西都有啊？吃的、喝的，还有睡袋什么的。您这是准备野外生存啊？这你就不知道了吧？你去采购部同事的车上看看，哪个不是这样？长跑业务，车就是家，睡袋、枕头备齐了，起码能有个地方睡个安稳觉啊。哎呀，这车里睡得再安稳，也不比家里的床上舒服。这么多年，早都习惯了。哎，林奇，你正好把后面的资料拿出来看一下，抓紧时间，赶紧熟悉一下。是这个吧？对，这就是上东重工的全部资料。上东重工这公司我好像听说过，好像是国内制造企业最强的公司了吧？对，那你知道他们为什么最强吗？为什么？我们的核电站呢，需要全面的国产化，那配套的设备也需要国产化，尤其是华龙。华龙1号不仅是体现在这个建筑和设备材料的消耗上，更多的是体现在带动制造业的整体转型升级。这么强的公司，为什么我们不一开始就跟他们合作啊？订单太多了，排不过来了。所以呢，咱们去的意义是？你第一次来找我的时候，不就是想要逼着我打那个电话吗？对不对？啊，对对对。我们今天啊，就是去做同样的事情。哦，明白了。这里面怎么还有电器柜啊？今天去呢，咱们就把这俩设备全都解决了，再回来。林奇啊，我想跟院里商量一下，把你借调到采购部。这邱主任，这也太突然了吧？我还没做好准备呢。现在准备呗。我们成立了华龙1号的集成采购项目部，很需要你这样的人才。不是邱主任，我是热工所的人，我不能随便的就走了吧？说了借调不会太久，3个月。我们的工资肯定比热工所的高。哎，乔主任，看您这话说的，我又不是为了钱。那就更好了，反正都是为了华龙1号，在哪里不是做奉献吗？就3个月，3个月以后啊，你就可以回热工所。那我也跟我师傅去汇报一下吧。你跟他说也没有用，张广虎所长已经答应我了，他同意了。虎哥呀，虎
哥，这新官上任3把火，第1把火烧我头上来了。行吧，既然领导都同意了，那我也就没什么意见了。那咱说好了，乔主任，3个月就是3个月，多1天都不行。行，就3个月。一言为定。嗯。你先别生气了，我再想办法劝劝田组长。我没有生你气，我在生我自己气。我跟他说了很多了，可是田组长就是要走。也许是因为太苦了，太累了，可能他早就想走了，你只是个导火索而已。现在工人都有这种情绪，我作为总包方真的很无能为力。设计方、总包方、建设方，3方短期目标并不一致，你夹在中间，确实很为难。我以为只要我努力就够了，可是呢？这样，田组长那边交给我，你去忙别的事情。叶启辰当然可以怀疑你的能力，因为他是项目负责人，他不允许项目有任何差错，他必须做到最好。他想做到最好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站住！我话说完了吗？他做这些不是为了自己，他是为了华龙1号。他放弃了所有国外的高薪工作，放弃了所有的业余时间，一心一意为了华龙1号，为了自主研发。不仅他这样，其他人也如此。我们的总事叶佳明，为了你所谓的这个大壳子，努力了10几年。如果你现在离开，就是放弃了一次很好的机会。啥机会？参与一项伟大事业的机会。伟大事业？这不就是比一般工程再大点的工程吗？华龙1号意义有很多，你们做工程这么多年，应该知道安全标准。华龙1号就是按照世界最高的核安全标准进行设计的，而且这是中国第1座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3代核电站。也就是说，你们现在在建的是首堆示范工程。华龙1号未来能不能走出中国，走向世界，这可是起航港。听你这么一说，能够参与进来，确实是一件很光荣的事情。可是我已经跟司经理说了，说出去的话，就像泼出去的水，我总不能再收回来吧。再说了，我这帮兄弟，那都因为这件事情寒了心了。田组长，我愿意亲自向你的兄弟们道歉。叶公，你什么时候来的？你们刚刚对话，我听到了一些。和栗子说的很对，能够参与到华龙1号的建设当中，是一件非常光荣的事情。等到很多年之后，当我们回想起这段经历，也依然会为自己感到骄傲。所以拜托了，不要走。那你能帮我跟司经理说说吗？当然没问题。你能原谅我对你还有你班组的误解吗？不打不相识。乔主任，这厂长怎么还不回来啊？在这等着吧，他们现在也是在加班加点。我告诉你啊，其他工程的采购也在找厂长。这得等到什么时候去啊？要不这样，我去外面看看。哎，儿子。哎，爸，你在哪儿呢？我这刚才这上培训课呢。啊，我有一事儿想让你帮我一忙啊。那个，我今天跟乔主任2个人是来到这个上东重工来了，我们在这等了3个多小时了，这厂长都没出现。以前你遇到这情况的时候，你怎么办呢？这个厂长一天到晚多少事儿啊，你找他确实不太容易。你要想先摸清情况呢，我建议你去找车间主任。找车间主任有用吗？哎呀，儿子，生产周期、生产工艺、生产任务安排，所有的这些事情，车间主任了如指掌，厂长倒不一定比他清楚。那我应该去哪儿找这个车间主任啊？哎呀，儿子，你自己想想办法，我还什么都告诉你啊。行了，那就这样，挂了啊。
哎，老林，哎，赶紧实操一下。好。哎，等一下，我还是觉得在哪儿见过你。我就是一张大众脸。不对，你让我想想啊。好了，钱队长，我先实操去了啊。这个产能说这怎么办啊？哎呀，这个简单，他至少能接下你一个单子来，对吧？哎，刚才我没仔细问，是哪2个设备啊？U型管和电气柜。U型管啊，我建议让尚东接下来。电气柜呢，你可以分包出去，找多个公司，让多个厂家一起造。行，我先按您说的这么办，先挂了啊。林奇，乔主任，咱们得赶紧走了。去哪儿了？关键时候找不到你人。这会儿管事的人啊，正在喝羊汤呢。你怎么知道？你给我出来玩的。周主任。我见过您，您还记得吗？核研院采购部的乔主任，当然记得了。梁工应该给你说过产能到顶的事儿吧？说了。你不信？我信。但是呢，我更相信你们的实力，还有提升产能的空间嘛。哼，乔主任，你还真以为我们是海绵里的水，挤挤就会有啊？这业内谁不知道，您周主任最擅长3件事：喝酒、美食、拼命。前年的事儿我自己做主，第3件事我还是得听我们厂长。哎，我就不明白了啊，你们厂长怎么就这么不支持我们华龙啊？你带在心里呢。哎，对，新人怎么了？你们主任没给你说过，2年前我和我们郑厂长去核研院求乔主任，让我们承接华龙的订单。和乔主任说什么来着？哦，对，这鸡蛋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边。是，我承认，当时呢是我决策失误了，但是现在我想要及时纠正这个错误。周主任，您这么一说呀，我算是全懂了。乔主任，这就是您的不对了啊！我知道您这么做肯定是有原因的，是想下个双保险，一面跟上东保持着技术合作，一面跟国外采购成品回来。无非您就是想跟国外的企业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，保持开放，促进交流。您这么做也是为了以后，为了未来咱们国内的核电设备出海外销嘛，对吧？这说不准上东的设备以后出海的事情还得麻烦您呢。但是啊，您这事儿想得太早了，太超前了，在那个节骨眼上，您就算是想的啊，为大局为重，为未来考虑，那您也不能伤了咱们兄弟单位的心吧？是不是？这样啊，周主任，我们乔主任呢是大老远开车过来的，他不能喝酒，我替我们乔主任把这瓶酒给干了，没别的意思，就是表达一个态度，您原谅与否，您随意。小子，叫什么名字？我叫林奇。兄弟，坐下说。林奇，要是你真喝了这杯酒，那我就欺负人了。我们上东人从来不会干这种事儿。你说的对，既然你们乔主任都这么顾全大局，那我们也应该拿出点度量来，是不是？这样，蒸发器的 U 型管，我们来做。那不用找你厂长了。我去给他说，但是电气柜的问题，我们自己想办法。来之前的时候，乔主任都跟我们交代了，说咱们上东啊压力大，能帮我们解决一个大难题，就已经是帮了大忙了。这要是再把电气柜的事交给你们干，那是不是有点太不要脸了啊？乔主任，感谢您的理解，看得出来啊，您这是带了一个刺儿头兵啊。哎，我就是说话直了点，有啥说啥，您别介意啊。那行，那周主任，您先慢慢吃。后续的事情呢，我让我们部门的小刘跟您对接。行。那我们就先走。行，那先走了。周主任再见。下次再陪您喝啊。好嘞，走了。
这套系统是我们刚刚研发成功的。我们对整个河岛做了数字化1:1的模拟。通过这个系统，我们可以提前进行穹顶模块的虚拟化施工和3维吊装，提前演练、提前排查，确保穹顶吊装可以一次性成功。也就是说，穹顶吊装的沙盘推演完全可以借助这个数字系统进行。我们讨论的所有技术细节都可以在这个上面立刻找出来。不光是穹顶吊装，理论上说，以后所有的沙盘推演和施工预演都可以在这个程序上进行。有了这套系统，我们也许可以提前完成穹顶吊装，很有这个可能。来，哎，谢谢小主任。哎呀，乔主任，对不起啊，刚才说话有点没大没小的，我也实在是没辙了。没事没事儿，我这个人很简单，成大事者不拘小节，只要能把事情办成了就行。哎，我就是奇怪，你这些招都是跟谁学的？哎呀，这不子承父业了吗？跟我爸学的呗。我爸远程指导呢。那电器柜的事情，您老人家打算怎么解决啊？电器柜这个事儿吧，我是这么想的，分包给多个厂家，但是需要麻烦您呢，在所有的供应商里面挑一个实力最强的厂家，让他们来负责生产这个主要的部件。那除了上东，也就是北冰电器了。但是麻烦就在这儿啊，这北冰电器我们之前没有合作过，要让他们接这种利润又低、难度极高，而且还要和其他厂家协作的活，估计会不同意啊。哎，再说就算接了，效率也是个问题，能不能赶上咱们的工期进度，也是个未知数。不是可以派驻城采购去盯进度吗？我明白了，乔主任，您这意思是让我去啊？这个车就借给你开，爱惜点啊，一会儿去把油加满了。这什么意思啊？我呢让小刘打个电话给北冰电器谈电器柜的事情，你呢就开车去北冰电器，不远啊，就400公里。400公里还不远啊？400公里还远啊？那1000公里对我们来说，那都是家常便饭。不是啊，小主任，我把您车开走了，您怎么办？我坐飞机回去，还有其他设备等着我去跑。其实我这次带你出来，也是想看看你的能力。怎么说呢？虽然有老林场外指导吧，可是这高手支招，具体实操起来也不是什么人都能接得住的。我看得出来，你的口才、应变能力都很强，天生就是干采购的料。所以把你一个人放在这儿，我也就放心了。路上小心，注意安全。不是，乔主任，那我到了北冰，我找谁啊？我会把资料发到你邮箱里的。小，嗨，小刘啊，给北冰电器打个电话，谈一下电器柜的事情。好的。看什么呢？季晨，你看，那个穹顶像不像一个皇冠？等这个皇冠戴到华龙1号的头上，我们的河岛建设算是完成了，离全面建成就不远了。是啊，终于。不过我比较担心这几天的风速。穹顶吊装误差不能超过1毫米，风速确实会是个问题。是啊，而且玉龙的大风天特别多。希望吊装小组的风速影响力计算能再精确一点吧。报告指挥部，气象观测简报：风力3.4米每秒，瞬时风力4.2米每秒，所需挂力正常，各处连接符合安全施工标准。指挥部收到。提升作业开始。穹顶下口已吊力开拓。A1 观测点正常。B1 观测点正常。C1 观测点正常。2次安全检查一切正常。地面高度38米。52米。转臂作业开始。
调整轿车吊臂角度，穹顶下口平面度正常。报告指挥部，气象观测点报：西南风向出现较强对流，预计瞬时风速6.8米每秒，预计3分钟后影响我吊顶作业。标高一致，标高位置到位，落钩作业开始。吊钩垂足与安全桥中心位置点偏差正22毫米。吊钩垂足与安全桥中心位置点偏差17毫米。向左回转300，向下下钩50。我们真的能成功吗？放心吧，咱们已经做好万全的准备了，一定会成功。穹顶下口对准导向座，锁具挂设正常，各数据检测正常，吊臂收缩中，持续校准中。报告指挥部及各观测点，穹顶吊装一次性成功，吊装任务圆满完成。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上，继续努力。哎，你要去哪儿啊？怎么了？你有事儿啊？你是不是忘了什么？什么事儿？你说。思琴，曾经我以为，我这一辈子能够投身到自己喜欢的核事业当中，能够在研究上取得一些突破，能够站在前人的肩膀上，往前迈进一小步，就很足够了。我没想过什么别的，直到我遇见你，我发现我变了，我开始对你的世界好奇。开始想要分享你的快乐，开始觉得对我来说，你是一个很重要、很重要、很重要的人。从今天开始，我希望我们不再只是工作中的伙伴，还能成为生活中最亲密的伴侣，一起去对抗些什么，拥抱些什么。自己打磨的，它不是金的，也没有钻石。我愿意。叶启辰。兄弟们，从今天起，鱼鹰力工程正式完工。我知道，大伙儿心里现在肯定跟我一样，有很多的不舍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里的每一根钢筋，每一方混凝土，它都带着咱们自个儿的温度。但是咱们不能把这当家呀。老王，我看你都快掉眼泪了，要不你住这儿吧？我想住这儿，但媳妇儿不让。兄弟们，咱们还得赶紧奔赴下一个战场。什么是好男儿？好男儿就是要担得起小家庭的职责，扛得起大国工程的重担。我看你们一个个都带上了这个崭新的工作牌了，这是咱们第一次带，也是最后一次。
平时工作的时候啊，咱也不敢带。那卷扬机一开，吭哧吭哧卷进去，那就是一场重大的安全事故。所以啊，咱们只能把它板板正正的放在口袋里藏着，为的是什么呀？为的就是保证施工的安全。咱也是参加过好多大型工程的人了啊，手里的证应该一大堆了吧？为什么偏偏就对这章格外的珍重了？这是我们国家前所未有的、从来没有过的伟大的工程，我们参与其中，为之自豪。可能对于华龙来说，我们不就是一个参与建设的微不足道的小小的螺丝钉吗？可对于咱们自个儿来说，这是我们亲手参与建设的国之重器。来吧，兄弟们，走之前，咱们也给华龙留下点什么吧，证明咱们来过嘛。立正，兄弟们，出发！在万人之间，我们奔向明日之巅，披星戴月，让希望留在每天，让光芒从此耀眼。在万人之间，我们一同携手并肩，不负河山，让翻越的勇敢都化作最无畏的永远。在万人之间，我们奔向明日之巅，披星戴月，让希望留在每天，让光芒从此耀眼。在万人之间，我们一同携手并肩，不负河山，让翻越的勇敢都化作最无畏的永远。永远。在开始调试、授权培训之前，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：2015年5月7日是什么日子 FCD 很好，看来大家心里面都非常清楚。没错，2015年5月7日是华龙1号全球首堆第一罐混凝土浇筑的日子，也标志着华龙1号主筋骨的土建工作正式拉开了序幕。华龙1号主筋骨的土建工作完成之后，开始进设备了：3台土泵、1台稳压器、3台蒸汽发生器和压力容器，把这些设备连接到一起，华龙1号就可以开始运行了。如果研发设计阶段相当于怀胎10月，那么 FCD 就是这个孩子降临到这个世界。我们调试队就是要把这个孩子健健康康的给他养大，落实到工作当中。就是我们要安装什么样的设备，这个设备安装在哪，这个设备安装呢是不是会出问题，出了问题和风险我们应该如何规避，把这些问题牢牢地记在心里，记得一清二楚。只有这样，华龙1号才能够安全稳定的运行。同志们，你们此时此刻站在这里，都是为了你们的华龙梦而来。可我要告诉你们，你们身上的担子和困难，远比你们心中所想的要大得多得多。我只提一点要求：规定的时间，完成规定的任务，超1分钟都不行。黄沙百战，穿金甲，不破楼兰，终不还。从今天开始，我们每一个调试队员要扭成有绳，像一个钢板一样，用你们最大的努力撞开华龙1号的大门。有没有信心打响第一枪？
厂长，我算过了啊，工人们只要每天多干2小时，这进度啊就能赶上个1/3。如果说双休日再能加点班，这进度啊就全都赶上了。一鼓作气，再接再厉嘛，是吧？小林啊，他们不单是厂里的工人，还是丈夫、父亲、妻子、母亲，各自呢都有自己的家庭。你这轻松的一说，让他们每天多干2个小时，周末加班，你知道吗？他们有多辛苦？这个口啊，我是张不开呀。包厂长，这个恶人啊，不用您当，我来说，大不了晓之以情，动之以理嘛，是吧？再说了，咱们华龙1号，那是划时代的工程，谁参与谁光荣。可这不是谁当恶人的问题。要么这样，你去说，如果成了，加班费、餐费由厂里出。一言为定啊！一言为定。工人朋友们，辛苦了！我说2句啊，咱们电气柜进度有点慢了，我拜托大家，咱们每天啊多干2小时，帮我赶进度。包厂长说了，加班费他出，餐厅呢有加餐。再说了，华龙1号是划时代的工程，谁参与谁光荣啊！家里一堆事儿了，加什么班啊？我还要回家陪老牌子呢，谁给你加班啊？小林啊，看到没有？没有人愿意挣这点加班费。我还就不信了。哎。林天成，哎，想不到干活挺认真的，出乎我意料啊！你居然通过了培训和考试。您这话里有话，我听不太明白。话说得太明白就没意思了。那您还是说明白了吧？我以前干过侦察兵，我连长说，我眼神最好了，我会一直盯着你的。这到底什么意思啊？我知道你是谁了。各位工人朋友们，大家辛苦了啊！这样啊，我借用你们1分钟的时间好吗？就1分钟时间啊！我跟大家聊点事儿。哎，后面的师傅稍微快一点，稍微快一点啊！把大家叫住呢，就是想跟大家再正式的自我介绍一下啊，我是采购员小林奇，啊，想跟大家呢，这个商量一下。加班加点儿赶进度的这个意义，不是我还没说完呢，大哥，哎，不是，哎，等等，哎，大哥，姐，您来姐聊聊嘛，聊聊，哥，你留下来跟我跟你聊聊嘛，我还没说完呢。爸，你得帮我想想办法，我是真不会跟工人们打交道。怎么会呢？我看你之前在油田的时候，不是跟那些石油工人处的挺好的吗？那不是我跟他们打交道的好，那是我师傅跟他们关系好。儿子，你得学会换位思考，学会设身处地的替别人去着想。如果让你加班，你愿意吗？我愿意啊，我现在不就在加班呢吗？我恨不得全天24小时工作。那我问你，你为什么这么拼？当然是为了华龙了。对，因为华龙1号对你、对启辰、对你叶爸、对你师傅，包括对于我来说，都是一件意义重大的事情。因为我们太清楚自主研发这条路有多难了，可是人家工人不知道啊。那这个世界上最宝贵的是什么？是时间。别人付出了时间，你是不是应该让别人明白他付出时间的意义？午休时间吃点水果，别客气，别客气。采购员小林啊，来，边吃边聊。然后呢？当然了，你不能一上来就跟人讲大道理啊，那肯定不行，一定要真诚。要给别人留下一个好印象。吃点水果，吃点水果。天热。给别人留下好印象以后呢，你就可以潜移默化的给他们讲讲华龙的故事。建成了咱们中国的第1座核电站。你不说我都不知道，咱们第1座核电站建得这么难。那你可不是不知道吗？那更难的是什么呀？是当时外国人啊卡咱们技术设备。
最后，坚持就是胜利。不要气馁，不要害怕，你就当你的脸是钛合金的。各位工人朋友们，大家辛苦了！我是采购员小林啊，今天还是想跟大家好好聊一聊加班加点啊，怎么赶进度的事情啊。我也想跟大家说，如果大家生活上有什么难题，尽管跟我说，跟我提啊，我能想办法，尽我全力去帮大家完成你们想做的事情，好不好啊？好了，大哥啊，儿子，你这就要放弃啊？我告诉你，这个世界上最糟糕的一句话就是明天会更好。明天好不好，完全取决于你今天付出了多少努力。老爸，这道理我都懂，那时间它不等人啊。要有耐心。干采购嘛，就是在希望和失望之间反复跳跃，这失败也是事物的一部分嘛。也行，能从您的嘴里听到这句话，我还挺高兴的。不聊我了，你在华中怎么样啊？工作特别开心，就是人事上有点小麻烦。不会吧？您可是市交达人啊！这不是，我们队长啊，好像知道我以前在 AG 干过了，老斜着眼看我。那也不怪人家。不是，那怎么我在 AG 干过就有罪了吗？哎呀，不是，您误解我的意思了。我说不怪人家，是不怪人家多想。你想啊，你一个大老板突然来这儿啊做清洁工，换做是谁不得琢磨你来这儿的原因啊？哎，随他去吧。我干好我自己的本职工作就行了。对，做好本职工作。行了，我也该工作了啊。就这样吧。儿子，记住啊，拿出你的看家本领来。我有什么看家本领？你最大的优点就是真诚，用你的真诚去打动别人，啊。您这话呀，说的跟没说一样。好了，那不说了，有事你随时给我打电话啊。林队长，干什么呢？钱队长，这螺丝上有锈点，这批货的工艺有问题。等会儿开会过一遍出货清单。啊，好的，明天我就把出货清单整理好，然后下发给各个车间。少林，哎呀，包厂长，你行啊，你都跑到我整装车间来了，你觉得你这么做有意义吗？这有没有意义，得看时间来衡量。大伙儿可都在私下打赌，看你什么时候坚持不下去了。这要是我呀，我就赌我什么时候能成功。可是你这么下去，你又能坚持多久？对的，坚持吧。我相信啊，工人这心不是铁打的，是肉长。一看小林这么不容易，顺带手就帮一把了。还真让你小子给猜对了，有几个工人啊，正想跟你谈谈呢。你看看啊，心想事成了吧？行了行了，跟我走吧。小王，把水带上，给大家分了。这水，走，走。哎，大家，小林呐，哎，你跟大家伙好好聊聊，我还有个会，那我先走了。辛苦了啊。对。大家好，我是采购员小林。我们都认识，你的那句自我介绍，我们听的耳朵都起茧子了。小林啊，哎，我们都知道你想干啥，你不就是想让我们几个周六日加班吗？包厂长啊，心疼工人们，不舍得你们加班，我也一样。只不过呢，这华龙1号啊，真是迫在眉睫呀。今天大家能坐在一起，跟小林一起聊一聊，这说明你们心里啊对华龙还是支持的，对吗？那还得看你说的有没有道理。如果没记错的话，北冰电器建厂应该有20年了。这走上快车道，也就是这10年的事儿。恰巧赶上了核工业高速发展阶段。自从你们开始为核电站生产设备以来，北冰上下多多少少
都获得了核工业顶尖专家的技术指导与帮助，对吧？你们技术得到了提高，这核电站国产化率提升了，这叫什么呀？这叫互帮互助，相辅相成，互相成就，对吧？说的在理。咱们现在建设的华龙1号，是全球示范首堆，也是国之重器嘛。一个核电站的首堆，没有前路可以借鉴，那么在建造、安装、调试、运行里，就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麻烦、各种各样的问题。但是只要我们能够早一天的把设备建造出来，我们能够早一天把设备安装好，那么电厂里就能够提早进行调试，我们的华龙1号也就有可能以最好的状态按期与大家见面。我们现在这么认真努力的工作，不就是为了能够给家人一个更美好的未来而去奋斗吗？我们现在应该手挽手，肩并肩，昂起胸，抬起头，对那些曾经看不起我们、压迫我们的人，大声地说：你们能做到的，我们也能做到；你们现在做不到的，我们照样能做到。说的不错，但是我们也该下班了。是的，那这样，周末一早我就在这儿等你们。辛苦了，辛苦了啊！周末一早啊！马上就开始安装了，怎么能出现这样的问题呢？司机经理，我刚看过了，这么多螺丝生锈的也就那么1、2个，而且锈点都很小，绝对不是我们的问题。要我说，问题出在这仓库的温度和湿度上，要么就是他们清洁工工作不认真，打扫的时候肯定是把水溅到上面了，所以螺丝就生锈了呗。这绝对不可能，我们的清洁工作都是严格按照规定来的。你说温度和湿度有问题是吧？那好，咱们让仓库管理员把温度和湿度的记录调出来。这批螺丝问题出在镀锌工艺上，跟其他的没关系。大叔，我们的设备在出厂的时候，那也是要经过严格的质量检测的。不信我这有报告，你可以去看。你的螺丝是抽查的吧？是抽查的。难道几万颗螺丝出厂到我这儿，我要开箱一颗一颗去查吗？不是，我不是跟你抬杠啊。这批螺丝刚入库1个多月就已经有锈点了。那咱们的核电站要运行60年，这样的螺丝能撑得住吗？你呀，是在混淆概念。我说你清洁工该干嘛干嘛去，那么多螺丝就1、2颗生了锈，怎么到你这儿就成了整批货有问题了呢？司机经理，这锅我们采购部不背。你说你是信清洁工还是信我？司机经理，你相信我，您不用操心，专业的事儿交给专业的人来做。小刘，你赶紧把温度、湿度的记录全都调出来。哦，抓紧解决。没问题。思琴，小刘，调总和调试队队员已经进场跟踪安装了。钟总问我为什么今天安装的设备还没动。现在有一批螺丝有几个出现了锈点，我们正在排查到底是哪儿出现了问题，不是湿度问题，也不是工艺问题，那就可能是清洁问题。清洁？流程没有问题。钱队长。林叔，启辰，你来的正好，你快给他们解释一下啊！我以前就是干采购的。林叔，我先给您介绍一下，思琴，我未婚妻。思琴，这就是我经常给你提起的林叔，林奇的父亲。林叔叔好。你好，你好。您就是林奇的父亲林天成啊？对，之前我不知道。哎呀，没事儿没事儿。咱们接着说回螺丝啊。有时候呢，厂家为了赶时间，他会在镀锌的工艺上少一道程序。当然了，从实际使用上来说，这批螺丝肯定是合格的产品，但一定不是最优质的产品。咱们华龙从上到下都是高精尖，那一颗螺丝也很重要，对不对？司琴经理，我已经核查过了，我们仓库的清洁流程没有问题的。
开箱，一颗一颗的检查。思琴经理是你的未婚妻，这可真让我没想到。穹顶吊庄那天，我向她求的婚，您不知道我爸我妈甭提有多高兴。结果怎么样？理论上讲都是合格的产品，虽然有几百颗螺丝上面有锈点，清理一下还是可以使用的。但就像黎叔叔讲的，华龙内外所有的设备和配件都必须是最好的，一个锈点也不能有。那返厂？对，我去给采购打个电话。全部返厂吗，司经理？对，大概需要多长时间？最快的办法是让厂家再发一批最新的货过来，然后返厂的螺丝重新镀锌之后再发过来。放心，华龙5小时我也会跟厂家亲自沟通的。好 ，EDG 电器柜那边怎么样了？啊，正在跟进度。行，到时候把进度同步更新到我的邮箱。哦，还有调试已经全面铺开，系统安装跟踪工作了。我现在需要一组人，采购部的人来对接。早就准备好了，我现在就让他们出发去华龙。好，我还要去和钟总开个会。我也得去。林叔，那我们俩就先走啊。行，去忙吧，对人家姑娘好点啊。放心吧，林叔。走了，李叔叔。哎，拜拜。走了，林叔。老林，哎，真有你的，让你说中了，果然是镀锌的问题啊。嗨，那都是我以前干采购时候的经验。